解放军近日在南海、东海等多个海域密集开展实战演练，全面提升舰艇编队远海作战能力。台媒对此解读称，解放军频繁演习正值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启程访问亚洲之际，警告意味浓厚。另据佩洛西办公室公布的行程，在亚洲期间，他将先后访问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和日本。不过，声明全文没有提及最受外界关注的台湾地区。日前，南部战区海军某登陆舰支队组织舰艇编队开展海上实战化训练。在连续数天的海上训练中，编队开展了主炮对岸射击、实射干扰弹、编队释放烟幕等科目训练，夯实了官兵岗位操作技能，提升了部队海上实战能力，为遂行使命任务打下坚实基础。东部战区海军某护卫舰支队襄阳舰、宜春舰组成的舰艇编队，近日也奔赴东海某海域开展实兵实弹训练，检验各级指挥员指挥技能和火力精准打击能力，全面提升舰艇编队远海作战能力。侦察发现空中快速小目标机向我击飞。各舰在接收目标态势后，综合运用雷达、光电系统跟踪锁定来袭目标。襄阳舰迅速占领攻击阵位，利用副炮对来袭目标进行打击。放！襄阳舰副炮手迅速锁定目标并开火，成功拦截空中目标。在此次高强度、大负荷的实弹射击过程中，我们准确捕获、跟踪目标，取得了较好的射击效果，不仅检验了武器装备的技战性能，更是我们前期训练的一次考核。空中敌情刚刚解除，编队又发现海上有目标快速接近，编队各舰迅速调整航向航速，组成对海打击阵型。各舰雷达持续跟踪锁定目标，编队指挥员抓住时机下达命令，对敌实施火力打击。襄阳舰、宜春舰主炮依次开火，一枚枚炮弹直扑海面目标，实施精准打击。此次海上训练突出实战条件，全程融入战术背景，随机导调敌情，全舰官兵在高强度训练中密切协同，整体备战水平得到有效提升。此外，中国海事局信息还显示，解放军从周五起在周边海域至少实施5场演习，2场在东海海域，3场在南海海域。其中，东部战区周六在福建平潭一旗屿附近水域执行实弹射击训练任务，引发岛内媒体高度关注。台媒引述公开资料称，平潭距离台湾的新竹最近处只有68海里，约合126公里，这也是台湾海峡的最窄处。台湾联合报称，美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启程访问亚洲之际，是否窜台成为国际焦点。解放军此时宣布在福建平潭实弹射击，警告意味浓厚。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在周四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台湾是中国的台湾，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美方干涉。当前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根源是台独势力和外部势力勾连作乱。对于台独分裂行径和外部势力干涉，解放军绝不姑息，坚决反制。行动是最有力的语言，有关方面要学会适应，学会反思，更重要的是学会悬崖勒马。统一祖国，制止分裂，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神圣使命。我们将一如既往，对台独零容忍，打台独不手软，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正式开启亚洲行的美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其办公室官网于周日发声明，正式公布了行程，包含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日本。声明称，此行将聚焦印太区内相互安全、经济合作及民主治理。佩洛西表示，在夏威夷停留加油后，听取了印太司令部的简报，并参访珍珠港纪念馆及亚利桑那号战舰。佩洛西还公布了代表团成员，包括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格雷戈里·米克斯、众议院退伍军人事务委员会主席高野，以及3名民主党籍众议员。室内卫视注意到，代表团成员半数为亚裔，其中高野为日裔，安迪金为韩裔，拉贾·克里希纳莫尼为印度裔。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公布的行程当中并不包括台湾地区。在夏威夷期间，佩洛西连续发布了4条推特，内容仅涉及美国国内医疗问题，没有提及亚洲行，也没有提到台湾。而此前，外媒引述所谓消息人士的话，不断渲染佩洛西将在访亚期间窜访台湾，引发外界高度关注。尽管官方行程并未列入台湾，但佩洛西是否最终窜台仍是个谜。有分析指出，佩洛西可能以技术性经停方式降低窜台规格。根据新加坡外交部的声明，佩洛西的首站是新加坡，这与之前披露的访问顺序有所出入。
台湾联合报周日引述消息人士称，佩洛西在结束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行程后，在访问日韩之前的这个空档是最有可能抵达台湾的时机。民进党籍前民意代表郭正亮就推测，佩洛西先去新加坡，可能是想从东南亚由南往北，然后短暂经停台湾，以避开台湾海峡。而此前外界预期佩洛西会从日本南下前往台湾，再续程访问东南亚的新加坡等国的路线，就会途经比较敏感的东海。不过，郭正亮同时提醒，大陆并不会因为佩洛西更换路线以及降低窜台规格就不做出强烈回应。那么这种没有提到台湾，我倒是感觉到它可能是一种，一定程度上保持一种低的姿态，同时呢，也是一种政治上的一个操纵，那么来实现一种所谓的这种吊住大家的胃口。说他突然去台湾，一种突发性的方式的出现以后，来增加他的知名度，增加他的政治的曝光度啊，从而为他的自身的个人政治利益来服务。那么这次访问目前来看，确实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也可能他就真就不去了。中国方面一定会采取严厉的措施来进行应对，美方他也要评估这种措施所带来的代价，他是否能够承担。而处在暴风眼中的台湾却罕见低调。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周六的报道称，岛内有关佩洛西的议论声音远没有外界那么响亮。蔡英文集结办公室并未就此发表意见，行政机构负责人苏贞昌含糊其辞，台外事部门更没有对此进行评论。有分析人士说，台湾相对的沉默是因为他发现自己处于尴尬境地，他既不希望被视为阻碍了佩洛西的行程，又不能对佩洛西可能的窜访过于热情。美联社周六一篇发自台北的报道称，许多台湾人都不支持佩洛西的访问，称这将造成更多麻烦并引发争议。台湾中国时报直言，事实证明，大陆反对外来干涉不是只打嘴炮，而是有军事、外交、经济、法律、舆论等多种工具可供选择。届时，佩洛西不但达不到目的，反而给了北京宣示对台主权的机会，可谓偷鸡不成蚀把米。总之，留给外部势力随心所欲打台湾牌、肆意消耗大陆资源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这次佩洛西的访问，如果真是要成行的话，也是踏上了中国保障我们国家安全、国家利益的这种红线。那么对于台湾来看呢，他可能就得必须要小心谨慎啊，在这种非常敏感的中美高度的对抗的状态之下，如果他还要非常兴奋，非要要刺激中国大陆的话，实际上中国大陆可能对于他们当局也会采取严重的这个措施来应对。实际上，佩洛西可能窜访台湾也遭到了美国国内诸多批评。美国共和党籍众议员马乔丽·泰勒·格林周六在社交媒体上痛斥，美国人已经厌倦了佩洛西痴迷于一己私利的行为。格林连发5篇贴文，包括质疑佩洛西为何想要去台湾，为何不留在美国解决折磨美国民众的问题，反而要去挑事。格林说，美国不是世界警察，这种所谓捍卫民主的虚假勇气已经够多了。美国《纽约时报》日前罕见刊文警告，美国两党应在这一问题上尽快达成共识。这或许会为某些批评者称作对华软弱，但我们不能在梦游中进入危机。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访问行程已经披露了，没有提到台湾，但是否意味着他不会去台湾了呢？佩洛西计划窜访台湾呢，这些天闹的是沸沸扬扬，让中美两国呢都感到难缠。虽然现在披露的访问行程中没有台湾，但他没有公开说不去台湾，这就意味着呢这事还没完。一方面呢，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能够出现在访问国家行程表上；另外一方面呢，他以安全为由拒绝讨论亚洲行的详细计划，包括是否要秘密窜访台湾，或者是途经台湾。国务卿布林肯呢也没有明确说这个佩洛西是去还是不去，所以现在呢是挺轰动的。不过呢，他的窜访计划已经受到了各方面的指责。美国人认为呢，佩洛西窜访台湾是为了一己私利，并不是为了争取国家的利益，所以呢，最好就别去折腾了。中方的批评和抨击呢，是前所未有的强硬，而且呢，通过福建平潭实弹军演和南海军演，把警告级别提高了最高级。而台湾方面呢，也不怎么搭理，尤其是台湾民众认为佩洛西来台呢，只能够制造麻烦，而对台湾呢带不来任何好处。现在佩洛西闯台，其实呢，已经不是他去不去的问题，而是如何管控中美关系风险的问题。他的窜台计划呢，已经成为重大的风险。那么解放军呢，已经发出强硬警告，中方强调说到做到。那么要是佩洛西一意孤行呢，那是逼着中国采取军事行动。所以呢，这个佩洛西闯台呢，
是中美如何管控风险的一大考验。是管控风险还是风险失控，这就要看美方的表现了。2022空军航空开放活动暨长春航空展新闻发布会周日在北京举行。今年的开放活动计划于8月26日至30日举办，活动将展现空军奋斗强军、奋飞10年的建设发展成就。空军新闻发言人申进科在发布会上介绍了运20、歼20的10年航迹，并正式官宣了新机型运油20，受到外界高度关注。申进科特别强调，空军多型战机绕飞祖国宝岛，锤炼提升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能力。人民空军有坚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足够的能力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空军新闻发言人申进科大校在会上发布消息称，中国新一代空中加油机运油20投入新时代练兵备战。空军运油20和歼16飞机近日开展了海上方向空中加油训练，提高了实战化训练水平。申进科介绍称，运油20飞机是中国新一代空中加油装备，可有效增强航空兵远程机动能力，并可担负与运20飞机相同的空中投送任务。公开资料显示，运油20大型加油机可供输油量超过60吨，是战机中的战力倍增器。去年9月，运20总师唐正宏院士在出席第13届中国航展新闻发布会时介绍，运20不仅可以做战略运输机，还可以作为一个重要平台，在其基础上改装多型特种飞机，例如改装成为加油机。有观察人士指出，运油20提供的必要空中加油能力，将有效扩大轰6K 等携带远程导弹的战机航程，从而大大提高解放军在西太平洋地区远程巡航、拦截危险目标、维护主权核心利益的能力。有了运油20之后，中国空军向着战略空军那就迈得更前进一步，而且这也基本上就夯实了中国空军成为战略空军的基石吧。因为呢，像战略空军2大标志，一个是远程打击，也可以说是战略打击，另外一个呢就是战略投送。像以前呢，我们只有轰炸机可以做到远程的打击，但是有了运油20之后啊，这个战术空军也可以起到战略空军的作用。因为呢，它像歼16还有呢歼11等等这些重型战斗机，经过了空中加油之后，它的航程呢可以大幅的延伸。那这样一来的话，那就可以呢随行远程打击任务。此前，台湾方面在去年11月和今年6月均通报过解放军新型加油机现身台海进行海上飞行演练，相关消息也引起了全球主流媒体的热切关注。岛内媒体就称，新型加油机的出现意味着解放军空军已获得对海、对陆打击完毕后再进行空中加油的能力，再加上在电子战、制空权等方面的能力优势，至此，解放军战略空军已经形成，可实现对台湾的战略包围。使得空军呢在未来的作战的时候，它灵活性呢就会非常之大，而且呢，它的远程能力啊会达到一个新的水平。远程作战呢意味着什么呀？对方以后哪怕躲得更远，也很难逃脱了中国空军的打击。这个也就意味着中国空军的战略威慑能力啊是会显著增强的。所以运油20的列装呢，对于我军未来的整体作战来说，都会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那么对于空军的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那当然意义就非常之大了。谈及巡航台湾岛，申进科在周日的记者会上明确指出，捍卫祖国的大好河山是人民空军的神圣使命。空军多型战机绕飞祖国宝岛，锤炼提升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能力。空军有坚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足够的能力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此次发布会上，空军参谋部和空军装备部有关方面介绍，今年的空军航空开放活动的主题为“追梦空天，制胜未来”。参展装备阵容强大，空军现役主要飞机装备参展，将系统展现空军装备建设的新成就，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一是主战装备跨代发展，一大批新型装备交付部队，空中进攻能力长足进步，对地对海精确打击能力显著提升，防空反导体系具备实战能力；二是装备体系更加完善，3代以上装备规模显著增长，信息化水平持续提高，新制装备批量交付部队，
作战支援保障要素更加齐全。3是自主创新能力大幅提升，基本形成体系完整、规模适当的装备自主研发生产、维修保障体系，创新发展动力不断增强，支撑空军向更远、更高、更快、更强方向发展。空军航空开放活动即长春航空展期间，空军将选派现役主要装备参加空中飞行展示和地面静态展示，系统展现空中作战、地面防空、预警探测、空投空撞等装备情况。参战装备种类较上届有所增加，以往航空开放活动看到过的装备今年还能看到，以往航空开放活动没有看到过的装备今年有可能看到。深圳卫视记者曾多次报道空军航空开放活动，该活动不仅可以向民众集中展示人民空军的武器装备和军营风貌，增强全民空防意识，促进全民国防教育，也成为空军对外发布信息的重要平台。2016年9月，时任空军司令员马晓天就在空军开放活动上向深圳卫视记者透露，空军正在发展新一代远程轰炸机。今年的空军航空开放活动的主题呢是追梦空天制胜未来。申京科大校在回答我的提问时进一步解读了这个主题，关键词是新时代。他特别强调，制胜未来指的是中国军人的新时代使命责任，那就是投身新时代练兵备战，提升新时代打赢能力，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空军发言人申京科在发布会上介绍了强军10年来歼20、运20的航迹故事。东南西北中奋飞歼20，在新时代练兵备战中，歼20飞行人才稳步成长，海上方向实战化训练深入开展，在空军体系对抗演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空军新式作战能力跃升提供了有力支撑，矢志强军梦，抗我运20。这10年，大国重器运20的航迹飞越了崇山峻岭，飞过了广阔大洋。他指出，在新时代练兵备战中，歼20飞行人才稳步成长，海上方向实战化训练深入展开，在空军体系对抗演习中发挥重要作用，为空军新式作战能力跃升提供有力支撑。着眼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运20实战实训全面展开，转战高原机场远程投送、空降空投训练扎实推进，空军战略投送能力、远程空降作战能力建设不断跃升。周日，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水上阅兵活动，纪念俄罗斯海军成立326周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参加阅兵式并发表讲话，这是俄乌冲突发生以来普京参加的第2场阅兵。但就在海军节当天，俄罗斯黑海舰队司令部遭到了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另一方面，乌政府出台法令，强制疏散顿涅茨克地区居民。当地时间周日上午11点，俄罗斯圣彼得堡涅瓦河畔的彼得堡罗要塞12座大炮齐鸣，2022俄罗斯海军节阅兵活动正式开始。亚森级核潜艇北德温斯克号以及戈尔什科夫海军元帅号护卫舰等40多艘水上水下舰艇，包括米8直升机、苏27战机和图142反潜巡逻机在内的42架各型军用飞机，以及3500名军人共同参加了圣彼得堡的海军主阅兵式。俄罗斯总统普京乘船对位于喀朗施塔德一海军港口的士兵进行检阅，这也是普京在俄乌冲突后第2次参加阅兵活动。普京在讲话中表示，俄罗斯将确保通过一切手段保护其海上边界，俄海军已经准备好对任何侵犯俄罗斯主权和自由的行为作出回应。Современные условия требуют от нас адекватных, оперативных и решительных действий. Убежден, что нынешнее поколение матросов и офицеров – это надежная, несокрушимая опора Отечества. Для всех нас Родина – понятие священное, а ее защита – высокий долг и смысл жизни каждого из нас. 普京还表示，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将在几个月内装备部队，它的部署区域将根据俄罗斯的安全利益来选择。他指出，第1艘使用锆石的舰艇将是戈尔什科夫苏联海军元帅号护卫舰。海军节呢举行的这个阅舰式呢，应该也是例行的。当然了，它就是也有这个相关的政治目的啊。北方舰队无疑是这个俄罗斯海军的这个实力最强的一支舰队。
在这儿这个举行这个阅舰式呢，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有这个针对这个芬兰和瑞典的这种加入北约的这个信号，因为这个其实北方舰队还有这个喀朗施塔德基地其实是直接面对芬兰。阅兵式开始前，普京还签署批准俄罗斯海军理论和舰队船舶宪章的法令。新规定将确保在战时将民用船只和船员进入到海军的战斗系统。俄罗斯海军节定于每年7月的最后一个周日举行。相比前几年，今年的年度海军节阅兵规模有所缩减，也没有外国军舰参加。不过，除在圣彼得堡的主阅兵式外，摩尔曼斯克和弗拉迪沃斯托克等城市当天也举行了阅兵活动。与此同时，俄宇航员奥列格·阿尔杰米耶夫在国际空间站举行了一场特殊的阅兵式。塔斯社报道中的一张图片显示，阿尔杰米耶夫在国际空间站戴着海军帽，展开了俄海军军旗安德烈耶夫旗。而在另一张图中，一艘用手指就能捏住做展示的迷你版的海豚级潜艇模型出现在空间站，其背景是浩瀚的太空。不过，就在海军节当天，俄罗斯黑海舰队司令部所在地位于克里米亚半岛的塞瓦斯托波尔市遭到乌克兰无人机的轰炸。塞瓦斯托波尔市市长拉斯沃扎耶夫称，乌克兰一架携带小型爆炸装置的自制无人机袭击了黑海舰队总部，爆炸造成的窗户玻璃碎片造成6人受伤。出于安全考虑，黑海舰队庆祝海军节的所有活动取消。相关消息，乌克兰方面暂无回应。此前，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加夫里洛夫在受访时表示，乌方正准备使用西方提供的武器摧毁俄罗斯的黑海舰队，并夺回克里米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五在例行视频讲话中透露，乌克兰政府已出台从顿涅茨克地区强制疏散居民的法律。他呼吁还留在当地的民众尽快撤离。Донецької області є. Все організовується. Повне супроводження, повна допомога і логістична, і виплати. Потрібно тільки рішення від самих людей, які досі його не ухвалили для себе. Їдьте, ми допоможемо. 俄罗斯此前已经全面控制了卢甘斯克地区，经过20多天的休整，俄方已经有向顿涅茨克剩余地区恢复进攻的迹象。据乌方统计，目前顿涅茨克地区有20至22万乌克兰人，其中很多是俄罗斯族。让督促这些平民要尽快撤离，也意味着8月份可能在顿涅茨克地区可能会迎来这个烈度更高的这个军事冲突。观察指，强制撤退令是乌克兰与俄罗斯进行的抢人大战。乌克兰因战争等因素，人口迅速减少，在无法坚持顿涅茨克的情况下，希望争取更多人口留在乌克兰境内。此前，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签署法令，给予所有乌克兰公民以简化方式申请加入俄罗斯联邦国籍的权利。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弗里日前表示，美军正考虑在亚洲部署一支整合导弹、电子战和网络战能力的多域特遣部队，以在台海和南海遏制中国。实际上，此前就有媒体曝光，去年以来，美方多次诱导和施压岸田政府在日本西南诸岛部署中程弹道导弹部队。而多域特遣部队就是先期部署进行准备的部队。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日本外相林芳正周五在美国华盛顿举行会谈，并达成一致，称美日将紧密合作，确保美国通过核武器与常规战力来参与日本防卫，延伸威慑。林芳正同日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演讲时，还渲染称，中国试图通过所谓武力或胁迫手段，在东海和南海改变现状。他还提到，日本已计划在5年内大幅增加国防预算，强化防卫能力，并鼓吹当前日美同盟迫切需要加强威慑和反击能力。而作为美国太平洋威慑倡议的重要一环，美军正考虑在亚洲部署多域特遣部队，实施前线威慑。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福林日前接受《日经亚洲》采访时表示，美军正考虑在亚洲部署一支整合导弹、电子战和网络战能力的特遣部队，以在台海和南海遏制中国。报道认为，此举凸显近年来美军重点正从中东打击恐怖主义转向同中国的竞争。报道称，福林提到的部队被称为多域特遣部队，核心任务是在陆海空以及网络与电子战领域提供情报和打击能力。在和平时期，特遣部队会收集情报，以了解对手的行为模式和弱点，并为突发事件做准备。如发生战事，部队将通过电子战和网络战破坏对方通信网络，阻断敌人的指挥控制系统。利用提前获取的信息，该部队可用导弹打击敌方舰艇和设施，并具备同时实施多重打击的能力。
它针对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一个是俄罗斯，一个是中国。它主要针对的呢是中俄军队的这种拒止能力。而它的这个多域战的这个建设呢，实际上就是让陆军赋予一定的独立作战能力。比如说，它装备了这个远程的这个中程的导弹，那么甚至乎有这种高超音速的导弹，而且呢，它加强了它的防空能力。也就是说，即便是没有空军支援的话，我陆军在这个防空导弹的保护之下呢，也能在我天空之中撑起一片保护伞。让对方的这个空军没那么容易攻击到我。根据美国会研究服务处发布的报告，美陆军计划建立5支多域特遣部队，2支部署至印太地区，1支部署欧洲，1支在北极地区，1支应对全球威胁。美国第1支多域特遣部队于2019年启动，总部在华盛顿州，主要面向太平洋地区。第2支特遣部队去年9月部署在德国，主要针对俄罗斯。日经亚洲报道称，第3支特遣部队原本计划驻扎在夏威夷，但最终部署地可能位于亚洲，预计在2023年之后成立。在未来这个太平洋地区呢，我相信它的这个多域战部队部署的数量会越来越多。说我们除了过去说防对方的隐形战机防对方的巡航导弹现在可能还要防对方可能在非常之近的一个区域发射的这样的高超音速导弹，那你反应时间就变得很短。所以说这个对这个防空方面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总而言之呢，就是说这个军事上这个有矛就有盾所以说对方这个造了一个新的矛呢，那么我们就需要有新的盾去防御。实际上，多域特遣部队在日本部署已有进展。环球时报月初就从消息人士处获悉，自去年以来，日美军方多次密谋勾连，企图诱导施压岸田政府配合美俄华计划。协助美在日本西南诸岛部署中程导弹部队，通过加强第1岛链建设，实现对华一体化威慑。从公开报道和各种动向情况看，美已启动多域特遣部队的陆基中岛装配工作，将该部队优先部署在第1岛链，对印太地区安全造成重大隐患。据悉，与美在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不同，部署陆基中岛无需就地开展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可由多域特遣部队异地装配后，机动迅速进驻美日军事基地。根据媒体披露的美陆军中岛项目的部分细节，最快装备的将是战斧和标准6。多域特遣部队计划发展4个战略中程火力导弹连，每个连配装8枚战斧和8枚标准6导弹。据报道，日本西南诸岛大约有200多个岛屿，可供日本自卫队和美军使用的有40个左右。其中，美军最有可能部署中程导弹的是石垣岛。目前，日本自卫队正在石垣岛加紧建设导弹基地，以出舰雏形。值得警惕的是，石垣岛距离台湾岛只有约300公里，距钓鱼岛约170公里，距离中国大陆最近地点只有不到500公里。日本方面之前其实一直试图利用美国的中岛来提高自身的这种战略威慑能力所以说呢，这种相关的动议，我觉得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的一些国家，可能都会有比较大的反应。因为这种我们说把这个东亚拖进中程导弹竞赛的行动呢，肯定是不利于中亚整个或者我们说东亚的整个的这个发展和稳定的。针对美推动在日部署中岛相关情况，国防部新闻局局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周四表示，美国推动在日本部署中岛是一个危险的动向，将严重威胁地区国家安全，严重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如付诸实施，中方必将予以坚决反制。美日对此不应抱有任何幻想。日经亚洲也在报道中提到，美方这一计划面临的一大问题在于，亚洲国家是否会同意接受美军部队驻扎，因为其在战时很有可能成为打击的目标。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卫。吴先生你好。俄海军节阅兵仪式今天上演，这也是俄乌冲突以来普京参加的第2场阅兵仪式。但今天俄黑海舰队疑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那么相关的阅兵活动取消，您对此怎么看呢？俄罗斯可以说是军事强国中阅兵频率最高的国家了，没有之一。每年的胜利日阅兵、海军节阅舰已经刻入了俄罗斯的国家意识形态中，成为凝聚民心、鼓舞士气的惯例。只是在俄乌冲突持续延烧的背景下，这2场军事检阅行动会引来更多的目光。值得注意的是，检阅活动的成功与否已经成为俄乌2国军事博弈的一部分了。今天传来消息，俄黑海舰队司令部所在地塞瓦斯托波尔遭受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出于安全的原因当地的海军节庆祝活动被迫取消了。
这无疑是基辅方面在给莫斯科上眼药。虽然阅舰式的主会场在圣彼得堡旁边的克朗施塔德，但在国际舆论里，这难免会对冲掉不少俄军阅兵的庄严与喜庆。在我看来，基辅当局的这些小动作虽然能够造成一些声响，但依然无法扭转乌军在正面战场上逐渐吃紧的不利局面。俄乌冲突打到现在是个什么局面呢？一言以蔽之，那就是乌军在东线战场上无法有效遏制俄军逐一实现战役目标。眼下，无论是公布东方2022军演的消息，还是大张旗鼓的庆祝海军节，莫斯科方面都想借此展现出所谓游刃有余的一面，也就是无论乌克兰战场上如何焦灼，俄军都能腾出手来把该做的事情做了。包括今年的国际军事比赛也是如期上演啊。在我看来，这是莫斯科当局与基辅的一次公开的心理博弈，展现的是俄罗斯与乌克兰在资源禀赋、在综合实力、军事底蕴、国家底气方面存在的巨大差距。潜台词是俄罗斯会在这个擂台上战到最后。美军太平洋陆军司令证实，正打算在亚太前沿部署多域特遣部队。那么，您如何研判美方这一军事动向呢？所谓多域特遣部队，其实是两个军事词汇的集成。首先是多域战，顾名思义，美军希望能够在多种复杂的地理环境中，围绕制空权、制海权、制电磁权、制太空权的争夺，最终营造一个于己有利的战场环境。其次是特遣部队，这意味着该部队并非常设编制，而是围绕战役战术目标的达成，从全军各作战支援力量中抽调精锐骨干，共同组成的一个力量编组形式，只属于战区一级指挥链条，是以完成任务为依归的。那么这个作战目标是什么呢？美军自己说的已经很直白了，为了抵消对手的区域反介入作战，为美军后续力量的展开打开局面。这里的对手其实只有两个，一个是俄罗斯，另一个就是中国。2017年，美军发布了多域战21世纪的合成兵种白皮书，系统阐述了多域战的必要性以及具体落实方案。但要追溯这种战争思维的起源，就得从一篇更早时期的论文说起了。这篇论文的作者是美国陆军上将大卫·伯金斯，他毕业于西点军校，撰写论文的时候，他是美国陆军训练与条令司令部司令。伯金斯在论文中有这样一句话，他说：未来美军面对的战场环境是全方位的，涉及陆、海、空、天、电磁、网络多个领域，美军现有的优势可能会成为未来的短板。我稍作翻译一下，就是美军的优势已经被对手研究的差不多了，未来的战争得寻求新战法，不然会被全城针对。多域特遣部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了。美军现在打算组建一支这样的部队，部署在亚太前沿，言语间有些隐晦，但我个人推测大概率是会部署在第一岛链上的。美军对它寄予厚望，希望借此刺破中国的区域反介入网。虽然理想很丰满，但现实是骨感的，因为多域特遣部队的最锋利的刀尖还没有造出来。是的，美国的军工产业掉链子了。在美军的多域特遣部队的编制里，作为核心力量的战略火力营下设有高超音速导弹连。然而，这个高超音速导弹在哪里呢？答案是还在试验，并且进展非常不顺利。当然，从一个长远的趋势上看，美国完成高超音速导弹的项目，它的研发只是时间问题。多域特遣部队它迟早会形成战斗力。它传递过来的信号就是，美国也在日夜不停地研究我们的军事进展，并且得出了一些结论，打算付诸实施。尽管我们不愿与任何国家进行军备竞赛，但现实很残酷，这是一个不进则退的领域，我们依然得咬紧牙关，持续冲刺，整个带弹。好的，谢谢吴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美国总统拜登周六在一次抗原检测中检测出新冠阳性，距离他结束隔离仅3天。根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指南，拜登将重新隔离至少5天。
美疾控中心表示，大多数的新冠反弹病例症状是轻微的，没有报告严重的疾病。此事将拜登所接受的帕罗韦德药物治疗方式抛至风口浪尖的同时，也再次引发外界对他年纪以及健康状况的讨论。Hey folks, Joe Biden here. Tested positive this morning. Feeling fine. Everything's good. 周三，拜登新冠检测结果为阴性，随后结束隔离。3天过去，拜登复阳。根据白宫医生奥康纳周6的备忘录，拜登当天在一次抗原检测中检测出新冠阳性。奥康纳表示，尽管出现反弹，不过拜登没有再出现症状，目前不用恢复治疗，但需要继续观察并重新进入隔离。根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指南，拜登将重新隔离至少5天。作为最高领导人的出现这种阳性呢，显然可能对这种政治的氛围，乃至于美国政府的这个政治行为可能会造成一些影响。那么可能拜登本身的这个政治活动，包括他和其他领导人的这种政治关系，可能也会是否能够正常的处理这个政务，可能也会造成一些影响。所以这里面可能会出现一种，他是否真正的他的阳性已经是变成阴性了，可能都不一定。本月21号，拜登首次确诊感染新冠，出现流鼻涕、嗓子痛、疲劳等症状。隔离期间，他持续服用治疗新冠感染的抗病毒口服药物奈玛特韦利托纳韦组合帕罗韦德，完成了为期5天的服用疗程。不过，奥康纳指出，使用这一组合进行的新冠治疗患者中，也有小部分人出现复检阳性情况。据了解，帕洛韦德适用于轻度至中度新冠肺炎患者的早期治疗，能有效防止病情恶化。即在面世之初，一度被誉为治疗新冠神药。但今年5月，美国疾控中心就帕洛韦德反弹现象发出专门提醒。白宫新冠病毒应对协调员贾哈周一对记者表示，帕洛韦德治疗后的临床数据显示，有5%到8%的人出现反弹，但外界质疑实际数字只会更多。而使用这一组合药物治疗后复阳的还包括美国抗疫队长、白宫首席医疗顾问福奇。福奇说自己再次被测阳性后的症状反而变得更糟了。And then over the next day or so, I started to feel really poorly, much worse than in the first go around. 但福奇也曾强调，帕洛韦德的目的是让你远离医院，防止你发展成严重的疾病。根据美国疾控中心上个月的数据，即便是出现了症状反弹的人，导致严重结果的比例也很低。值得一提的是，福奇已81岁，而拜登将在今年11月迎来他的80大寿。事实上，在首次确诊感染新冠后，拜登并没有休息，而是在白宫自我隔离的同时保持在线工作状态。而这一敬业行为却在美国社会引起巨大争议。舆论认为，带病上班是对社会做出很不好的示范。其中最尖锐的批评声来自耶鲁大学医学院助理教授金伯利苏，他严厉指责拜登白宫隔离仍办公是职场白人至上的体现，给每个人都开创了恶例。尽管苏后来删了这条推文，但舆论已然发酵。华盛顿邮报刊出一篇专栏评论，还特别用了这一标题来反击指责，拜登带病上班不是白人至上。而高龄无疑是拜登最需要面对的痛和质疑。拜登以敬业展现自己拥有充沛精力的表现，并没有让大众买单。第一任期才过去了1年半，拜登已经比结束2个任期的里根大了1岁多。如果他在2024年再次竞选，这就相当于要求美国推选一位任期结束时将年满86岁的领导人，这是对总统年龄和总统职位的极限考验。民调显示，许多美国人认为拜登年纪太大，一些民主党的策略师认为他不应该再次参选。事实上，健康状况问题频繁出现在拜登的公开露面中，更增加了公众对他的担忧。6月，拜登在下自行车时摔倒，白宫官员遗憾地注意到，这成了当周的头版新闻之一。数日后，重新骑上自行车的拜登还跑到记者面前幽了一默。本月8号，拜登在讲话中将提词器中的引用完毕、重复这行话等提示性词语念出，引发包括特斯拉 CEO 马斯克等人的嘲讽，谁控制提词器，谁就是真正的总统。Percentage of women who registered to vote and cast a ballot is consistently higher than the percentage of the men who do so. End of quote. Repeat the line. 纽约时报此前的刊文曾透露，拜登的年纪在白宫西议是个敏感话题。10多名现任和前任高级官员和顾问都指出，拜登仍保持着清晰的思维，开会时能提出一针见血的问题，就争议之处盘问助手，甚至深夜给他们打电话，从备忘录里挑毛病，并亲自修改演讲稿直到最后一刻。但他们也承认，拜登看起来比几年前老了，
这是一种政治负担，无法通过人员重组或新的沟通计划等白宫传统策略来解决。据报道，作为总统，拜登通常每周工作5天或5天半，晚上则会远离公众视线，参加新闻发布会或采访的次数不到前任的一半。他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各种的说法，像瞌睡桥啊，或者他不断的还要跌倒啊，甚至说话有时候还有点忘事儿啊。那么他的政治执政能力不是那么很强的。那么这样的人如果再竞选，那我觉得可能不是那么会得到很好的这种人民的支持。那么再加上这次新冠疫情，他似乎是要想以此来增加他的这个政治的亮度，来为他以后可能的竞选可能会有争取一种增分的作用。但我想可能影响不会太大。美国总统拜登新冠转阴没几天又阳了，让全美哗然。那么这对于他布局选战有没有影响？您觉得他会不会竞选连任呢？主持人好，美国总统的健康呢，全世界都关注，因为美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之一，不仅影响美国政治，而且呢要影响世界局势的发展。拜登总统的健康出问题呢，不只是这次这个新冠确诊，然后呢又是转阴又复阳，而是有很多的不太祥瑞的迹象。你比如说呢，在国际会议上打瞌睡，上飞机的时候呢连摔几跤，从自行车上摔倒。那么最重要的呢是多次公开讲话似乎总说错话。白宫和国务院呢不得不事后澄清。美国媒体呢都建议这个白宫别让老人家呢总出面讲话，弄不好呢就会把国际关系搞砸。那么根据我的记忆呢，拜登在台湾问题上至少讲过4次错话，比如说呢要所谓武力协防台湾，把台湾呢误当成所谓的北约成员对待等等，不仅让美国外交官难堪，也引发了中美关系的波折，对谁呢都没什么好处。因此呢，人们对拜登的这个总统执政能力表示怀疑，担心呢在某个时刻，在头脑不太清醒的时刻做出致命的决定。而对于美国人来说呢，拜登的健康问题夹杂着民主共和两党之争，还掺杂着年轻一代与老一代之间的代际鸿沟，他的健康和年龄问题呢，都成了选民的日常担忧。那么，虽然美国社会的诸多问题，你比如说高通胀、经济增长乏力、疫情防控不力、这个外交偏激等等，都不是拜登一个人的责任。但是呢，美国人总觉得这总统呢本身就不是一个富有活力的人，这不是摔跤呢，就是2次的新冠确诊。那么对总统的执政能力呢是信心不足。那么这些呢会影响到拜登的政治理想。那么他的最大政治理想是什么呢？就是竞选连任。但是呢，民主党内呢都不太支持他的继续连任，那么他呢也就只能成为1届总统了。